一本正在被往回翻的账本，翻页的人是中国的税务机关。官方公告上写的是，原则上追征3年，金额较大的依法延长，特殊情况5年，听起来很有分寸。可是外电报道里的个案，审查跨度超过25年，最早一路回溯到2000年前后，被翻到的人补了多少？浙江一位陈某某，补税加滞纳金 12.72 万元，上海一位陈某 18.48 万元，山东一位张某 126.38 万元，广东一位刘某 170万元，深圳一位周某 336 万元，福建一位刘某某 561.45 万元，四川一位李某 665.9 万元，厦门一位付某 698.7 万元，单位全是人民币。这些人并不是什么富豪，数字也不算天文，最小那一笔补的钱还不到一台车。可为什么偏偏到了2026年，会有人忽然想起要把2001年那一页翻出来看？再加码，台湾中央社在2026年6月8日报道，中国新一轮上市公司补税潮涉款超过90亿元。路媒依照 Win 的统计，到2026年6月25日为止，当年已经有80家 A 股上市公司公告补缴税款，逼近2025年整年89家的总量。光是北大荒一家就补了2021年到2025年的企业所得税 10.24 亿元，加上滞纳金 3.86 亿元，合计 14.1 亿元。个人这一边，中央社在2026年6月10日引述中国税务总局的说法，前5月居民境外收入补税130亿元人民币，换算大约585亿元台币。所以这本账本到底翻得动几页？翻页的人凭的是哪一条法？为什么是现在才翻？20几年前不翻？而最可怕的是，等翻到我们台湾人这一页的时候，上面到底写了什么？这一支影片，我们就把这本账本摊在桌上，一页一页跟着往回翻。我们会翻到这本账本为什么偏偏从2001年才开始有页码，会翻到负责翻页的那个东西是怎么一步一步养出来的，也会翻到一件比较不舒服的事，就是在所有被翻到的人里面，我们台湾人刚好卡在最尴尬的那一页上。先把页码盯住，这本账本的封底写在哪一年？中国现行的税收征收管理法施行日期是2001年5月1日 ,2015 年4月做过一次修订。它的第52条把追征期切成3种情况，这3种情况决定你这一页会被翻到多深。第一种，税务机关自己搞错导致少收税，可以在3年内叫你补缴，但是不能加收滞纳金。第二种，你自己算错这一类的失误，税务机关可以在3年内追税加滞纳金，特殊情况延长到5年。第三种，偷税、抗税、骗税这一类的追征不受前面期限的限制。不受限制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封底。这本账本从第一页开始就没有装定线，所以倒查25年在中国的法律里不是什么例外操作，它是第三种情况的正常适用。真正决定你人生的不是年限，是税务机关把你归到哪一格，归到失误，最多5年；归到偷税，理论上可以一路翻到你这辈子第一笔留下电子记录的申报。而依照同一部法律的第63条，偷税除了补税跟滞纳金，还要处以不缴或少缴税款 50% 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移送司法机关。同一件事2种认定，中间差的是5年跟1辈子，这种分差你敢赌吗？再来认识这本账本里最阴险的一个角色，滞纳金。中国的滞纳金按日加收5/1000，换算成年利率是 18.25%， 注意是按日，每天结一次，周末不休，过年不休。你睡觉的时候他也在上班，我们就叫他日结怪吧，因为他真的是日结的，而且他日结了25年，中间没有人帮他请过1天假。倒查20年的意思，从来不是补20年前那一笔税而已，是那一笔税要再乘上20年的日结怪。本金100万，日结怪可以滚到比本金还高，最后你会发现自己补的大部分不是税，是时间。所以2026年7月24日那份公告才会特别写一句，在90天窗口内完成补报并缴税的不加收滞纳金，逾期未申报的就从法定申报期届满的次日起追诉加收。看懂了吗？那90天不是体恤，那是一次限时特价。日结怪被暂时关进笼子里90天，时间一到，笼子自己开。好，法条讲完了。可是法条从2001年就躺在那里，躺了25年，中间没人动它。为什么？现在讲第一层答案。为什么是现在？答案不在政策，在一台机器。
中国有一个从1990年代做到现在的工程，叫金税工程。它的任务很单纯，就是把中国所有的税务资料从纸变成电。这台东西一开始很弱，弱到让人发笑。金税一期在1995年上线，只在50多个城市试点，做的是增值税交叉稽核跟防伪税控的试水。结果当年的资讯技术根本撑不住，1996年底就直接停止运行。第一次版本更新就当机，这台机器的出道战是全灭，可是它没有被砍掉。2001年7月1日，金税2期全国全面开通，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票、认证、交叉稽核、协查4个子系统一起上线，从此每一张增值税专用发票都开始留下电子脚印，这就是这本账本第一页的位置。2008年9月，金税3期启动，2013年在广东、山东、河南、重庆等6个省市试点，2016年全国推广完成，全国税收资料第一次大集中。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吧，这台不会累、不会退休、不会请假，一页一页往回翻的东西就叫翻页怪。翻页怪原本只吃企业、自然人这一块是后来才补上的。自然人税收管理系统，简称 ITS， 在2018年12月31日依照税务总局的部署，全国上线，以实名办税为前提，以纳税人识别号为唯一标识，为每一个自然人建立税收档案。从那一天起，中国每一个纳税人身上都多了一条看不见的尾巴，走到哪儿跟到哪儿，一跟就是一辈子。发票那一块也在同一条路上，全面数位化的电子发票，也就是数电发票，从2021年12月1日起在广东、上海、内蒙古试点，2024年12月1日起全国推广应用。票面要素全面数位化，号码由全国统一赋予，资讯在征纳双方之间自动流转。纸本这一页被整个撕掉了，从此每一笔交易都是自动存档，而且你连删都删不掉。最上面那一层叫金税4期，主轴是从以票控税走向以数治税。它把工商登记、海关、金融、社保、电子发票这些原本各管各的资料串成一张网，用大数据模型做风险评估跟选案。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里写的目标是到2025年基本建成智慧税务，从1996年底当机下线到智慧税务基本建成，这台翻页怪练了整整30年，总算飞升了。现在把2个年份摆在一起，我们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金税2期全国开通是2001年7月1日，而赋予税务机关无限期追征权利的内部税收征收管理法施行日是2001年5月1日，同一年相隔2个月。一部法律说可以无限期往回翻，一台机器说我从今天开始记账，这是巧合吗？我不知道，我也不打算装作知道。官方从来没有说过追征期是以金税2期上线为界，这只是时间点对得上的推论，我不会把它讲成定论。目前公开资料能确认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从2001年下半年之后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理论上都留有可以调阅的电子记录，而这一点跟报道讲的最早回溯到2000年前后刚好对得起来。那为什么20年前不翻？不是不想，是翻不动。在纸本年代，要查一家企业20年前的账，你得跑去调档案室，对纸本凭证，找当年的承办人，而那些人很多已经退休，或者根本找不到。一个稽查员1年查不了几户，法律上追征期没有上限，可是实务上那条规定等于装饰品。以前的顺序是先有人怀疑你才去调资料，现在的顺序整个倒过来，资料本来就在，模型先排序，人再去看排在最前面的那几户。所谓一键翻旧账，不是真的按一个键就跳出税额，是找出谁有问题这一步。从人力密集变成计算密集，翻页怪不需要灵感，不需要检举信，也不需要哪个稽查员半夜灵光一闪，他只需要电。翻旧账的门槛从值不值得查变成要不要查。翻页怪会累吗？不会，他连午休都没有。这就是第一层答案，不是中国突然想通了要追税，是他25年前就写好的权利，第一次有了执行的手，权利一直都在，只是以前没有手，现在长出来了。境内这一块补齐了，境外那一块靠的是 CRS 共同申报准则。中国在2015年12月签字加入，2017年完成新客户开户流程改造，同年年底前完成高净值存量客户的尽职调查
2018年6月30日前首次向税务总局报送，2018年9月首次对外交换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资讯。同一时间，有74个国家把中国税收居民在当地的金融账户资讯交给中国。境内有翻页怪，境外有 CRS， 左手右手一盒，境外账户的余额、利息、股息、出售金融资产的收入全部浮出水面。但是 CRS 也有它的边界，这一点要诚实讲。CRS 交换的是账户余额跟特定所得类别，包括利息、股息、出售金融资产的收入总额，交换的不是每一笔交易的成本跟损益。所以税务机关拿到手的是线索，不是算好的税额。接下来的动作是通知你自查，要你自己把明细交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案例的开头都是一则简讯或者一通电话。翻页怪不会替你算账，他只会指着某一页说，这一页你自己解释。讲完机制，讲翻到谁，目前公开资料看得到的是3个层次。第一层是境内企业，2026年5月到6月 A 股上市公司密集发布补税公告，前面讲过的80家就是这一批。补税的类型相当集中，多半落在合伙企业形式的持股平台上。过去很多公司把员工持股或创办人持股放进有限合伙，减持的收益按什么名目课税，各地口径并不一致。现在被统一按经营所得课，税率结构就完全不同了。这不是新的法律，这是旧法律的口径收敛。第二层是个人境外收入，湖北、山东、上海、浙江的税务部门从2025年3月起，针对境外收入未申报启动风险应对，查到的类型也很集中：境外股票投资收益、境外账户利息、境外股息、加密货币交易收益。法律依据同样不是新的。财政部与税务总局在2020年1月17日发布关于境外所得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也就是2020年第3号公告，适用2019年度及以后年度。中国税收居民个人取得境外所得，要在次年3月1日到6月30日之间申报，境外已经缴的税可以抵免，但是有限额。这条规则躺在那里6年了，躺了6年没人执行的规则，跟不存在的规则看起来一模一样，直到它站起来。第3层是离岸信托跟境外保单，这就是2026年7月那份新公告处理的隐藏副本。财政部与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21号，同一天税务总局发布配套的征管公告第15号。过去离岸信托的逻辑是，资产所有权移转给受托人，受益人在拿到分配之前不算有所得。新公告把设立、存续、分配3个环节全部纳进来，税率 20%， 等于把这个结构的递延效果整个拔掉。境外保单的给付也被纳入课税范围。公告写得很清楚，居民个人在2023年1月1日到2025年12月31日之间装进离岸信托的财产，应缴未缴的个人所得税要在公告实施期90日内申报缴纳，不加滞纳金。截止日2026年10月22日，这90天就是那些人的渡劫期，渡得过去补税，渡不过去补税加日结，怪加罚款。还有一件事一定要讲，2026年是境外所得新规则的第一个完整年度，监控范围已经不限于高净值人士，一般外派员工、中小型跨境电商卖家都在里面。我们很多人以为这是查富豪的运动，跟自己无关。可是从公布的案例金额看，补缴10几万到几百万人民币的都有，最小的那笔 12.72 万元，一台国产车而已。这就叫做副本开放，全服参加，而且没有等级限制。好，现在讲第2层答案，为什么是台商？先把话讲在最前面，这一段我不敢讲得太满。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份中国官方文件说这一波倒查的第一批对象是台商。媒体报道点名的是中国本地的高净值人士、海外信托持有人、投资港股美股的个人，所以第一批被翻到的是台商这个说法，在公开资料上站不住，我不会把它当成事实讲。但是把制度摊开来看，台商确实是这本账本最容易翻出东西的一群人。原因有3个，全部是结构性的，跟针对谁无关。第一个原因，很多台商在大陆的经营结构盖在一块现在已经不存在的地基上。回头看历史，3来一补，从1978年开始，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加上补偿贸易，外商出设备、原料跟样品，大陆出土地、厂房跟劳动力。1978年8月30日，
东莞县二青局跟香港信福手袋制品公司签下第一宗来料加工合同。同年9月15日，太平手袋厂开业，拿到编号粤字001的牌照。顺带一提，第一家这个头衔其实有争议，佛山顺德的大晋制衣厂同年8月8日就投产，比他早，连新手村的门牌号都有人炒。要讲公道，三来一补的起点是港商，不是台商。台商大规模登陆是19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事，但是台商进去以后用的是同一套模板。在这个模式下，很多台商工厂在法律上不是独立法人，是挂在当地镇办企业底下的加工厂，钱的流向是境外接单、境外收款，境内那一端只收加工费。这种两头在外的打法在当时是被鼓励的，因为它带来就业跟外汇，可是它天然会把利润留在境外，境内那家厂账面上只有微薄的加工费，真正的毛利留在香港或者第三地的公司。在2000年代，这叫合理安排，地方政府知道，而且默许，因为地方要的是就业跟 GDP， 在税这件事上，地方基本上在打酱油。现在这个默契没有了，转让定价的规则是现成的。中国企业所得税法里的特别纳税调整章节就是干这个用的。过去不查是因为查不动，也不想查，现在资料串起来了，关联交易的价格合不合理，系统可以直接拿同业资料比对。当年那笔合理安排，在今天的口径下叫做利润转移。同一套操作，20年前叫招商引资的功臣，20年后叫账本上的那一页。这是趁你病要你命吗？不是，这是趁你老账还在。第二个原因，台商的身份认定长期泡在一个灰色地带里。很多台商的实际状态是这样，人在大陆经营工厂，一年待超过200天，护照跟户籍在台湾，薪水一部分在大陆领，一部分在台湾领，资产放在香港或者 BVI 的公司名下。这种一个人开2个账号，两边都只上线一半的活法，我们就叫他双开玩家吧。我们身边一定都有这种人，搞不好就是我们自己的家人。双开玩家过去能活得好好的，靠的不是聪明，是两边的资料对不起来。现在183天有出入境记录，6年规则有明确算法，境外账户有 CRS。 中国税法上，在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但是一个纳税年度内在境内累计居住满183天的个人就是居民个人，境内境外所得都要缴中国个人所得税。无住所的人有一条缓冲，就是财政部与税务总局2019年第34号公告定的6年规则。规则长这样，一个纳税年度累计居住满183天，而且此前6年每一年都满183天，没有任何一年单次离境超过30天，这一年的境外所得才要在中国缴税。只要此前6年有任何一年不满183天，或者有一次离境超过30天，境外支付的境外所得就免缴。此前6年从2019年起算，听懂没有？183天跟30天就是这个副本的2个参数。你的全球所得要不要交给中国，取决于你这6年有没有哪一次出境超过1个月，整整6年一次都不能漏。这不是新规则，2019年就写得清清楚楚，差别只在于现在真的有人去算那个天数，而且不是人在算，是翻页怪在算，他不会算错，也不会心软。顺便讲一个规模，依照行政院主计总处民国112年的统计，国人赴海外工作62万1千人，其中赴中国大陆含港澳者占 35.0%， 比重虽然从民国100年高峰的 62.2% 滑下来，还是所有地区里最高的。这里面有多少双开玩家不知，没有人算得出来，可是母数不小。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麻烦的一个，两岸之间没有可以用的租税协定。两岸在2015年签过避免双重课税及加强税务合作的协议，签完了，然后卡住。财政部的说法是，这份协议属于已签署，尚未生效，要等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完成立法后，才会进行检视及审议。11年过去，那份协议还躺在原地。这件事的后果是实质的。台湾这一边，依照《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24条，大陆地区来源所得要跟台湾来源所得合并课征综合所得税，在大陆缴过的税可以扣抵，但是扣抵不能超过因为加计大陆所得而多出来的应纳税额。这里有一个很多人搞错的重点，大陆来源所得在台湾不算海外所得，不适用最低税负制那一套，港澳来源所得才算海外所得。大陆所得是直接并进综合所得税，适用累进税率，
最高40%。反过来，大陆那一边不承认你在台湾缴的税，可以拿来抵。两地之心的抬干，大陆断缴的税在台湾可以扣抵，台湾断缴的税在大陆不能扣抵，这就是实质的重复课税。所以过去很多人的做法就是两边都申报的不完整，不完全是刻意逃漏，有相当一部分是这个制度本身逼出来的模糊处理。讲白一点，两岸之间那个没有租税协定的空隙，就是一个活了20几年的系统 BUG， 而所有双开玩家都住在这个 BUG 里面。现在有一边把 BUG 修掉了，另一边没有，修好的那一边会发生什么事？当然是把住在里面的人请出来。如果现在让你登入这个副本三选其一， A 是一辈子只在台湾赚钱，只有台湾一本账的人， B 是把全部身家压在大陆，只有大陆一本账的人， C 是两边都有一点，两边都只申报一半的双开玩家。你选谁？想都不用问。20年前所有人都会选 C， 因为 C 最舒服，税最轻，两头都可以讲自己是外人。结果现在被翻到的刚好就是 C， 当年最舒服的那一条路，20年后变成最贵的那一条。这就是为什么台商特别容易被翻到，不是因为他是台商，是因为他的税务结构盖在两边都查不清楚这个前提上，而现在有一边查得清楚了。顺带要讲一句公道话，不要以为台湾这边就查得多严，台湾一点都不严。台湾自己的 CRS 一直到2019年才启动尽职审查，2020年首次申报，而且台湾不是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的会员，加不进多边架构，只能一国一国签双边。到目前为止，台湾的自动资讯交换伙伴只有日本、澳洲、英国3个，英国还是2021年才成为第3个。更难堪的是，台湾国税局给民众查的年度所得资料里根本不包含海外所得，你要申报得自己去跟投资机构要对账单。论征管能力，台湾落后大陆不止一个世代，而那份能保护台商不被重复课税的两岸租税协议，卡住它的是台湾自己的立法程序。所以这件事真的不是谁比较文明的问题，是谁先把账本电子化的问题。再往上一层，讲一个更大的背景，为什么是这几年翻？土地财政的下滑是硬数字。依照中国财政部的资料，地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在2021年达到高峰 8.7 兆元人民币，2024年降到 4.87 兆元，比上一年下降 16%， 2025年再降到 4.15 兆元，下降 14.7%。财政部的说法是，跟2021年高峰比，2025年地方土地出让收入减少了大约 4.6 兆元，降幅 52.3%。4年腰斩，过去20年，土地就是中国地方政府的奶妈，全队的血条都靠它补，我们就叫它卖地奶妈。现在卖地奶妈掉线了，而且是断了一半的血量掉线。4.6 兆元是什么概念？2025年，中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 21.6 兆元。比上一年下降 1.7%， 其中税收收入 17.6 兆元，增长 0.8%。也就是说，卖地奶妈少掉的那一块超过全国税收收入的1/4，而且这笔钱主要进的是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是地方政府直接花的钱。奶妈掉线，队伍还在打，那血从哪里来？在这个背景下，个人所得税是少数表现突出的税种。2025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 1.62 兆元，增长 11.5%， 创下历史新高。官方给的解释是，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加上资本市场活跃。202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34 万元，名义增长 5%。这里要克制一下，官方没有把个人所得税的高增长归因于茶税，居民收入增长跟股市活跃也确实是真的。可是 11.5% 的增速，对比整体税收 0.8% 的增速，这个差距很难完全用 5% 的名义增长解释完。征管加强是其中一个因素，这一点连中国国内的财税分析也在讲。但是还有一个判断更重要，而且是反过来的，追税补不上卖地奶妈留下的洞。130亿元人民币对上 4.6 兆元的缺口，是一个零头，连零头都算不上。所以把倒查25年单纯解释成缺钱所以抢钱，这个因果太粗糙也不准确。比较准确的说法是这样，土地卖得动的年代，存量的征管漏洞是可以忍受的，个人所得税该收没收，地方政府没有动力去追，追了还可能把投资人吓跑。现在增量没有了，每一块存量都要收干净。卖地奶妈在的时候，没人想去翻20年前的账本，奶妈走了，账本才被搬出来。接下来讲反应，
实务上正在发生什么？申报端，2026年1月16日，中国国家税务总局提醒纳税人对2022年到2024年的境外收入及时自查，这个范围刚好是3年，对应的就是追征期的一般规定。收到通知的人，实务流程是自查、补报、缴税、缴滞纳金。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差别，依照税收征收管理法，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构成偷税。适用的就是前面那个无限期追征加罚款，主动补报通常只有补税跟滞纳金，不加罚款。看懂了吗？那90天的窗口在卖的不是优惠，是一个身份，付钱的人叫失误，不付钱的人叫偷税，同一个人两个结局。出境这一块，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4条写得很直白，欠缴税款的纳税人或者他的法定代表人需要出境的，应当在出境前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或者提供担保。没有结清又不提供担保的，税务机关可以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其出境。执行上，由县级以上税务机关申请，报省级批准后，函请公安机关办边控。重点是法定代表人那5个字，很多台商大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挂的是自己或者是自己的亲属，公司欠税，法定代表人就走不了。这条规定一直都在，只是过去很少启动。对双开玩家来说，这条特别刺，因为他的2个账号本来就靠一张机票连着，机票被扣住，2个账号就被迫并成一个。银行端，报道提到，中国的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接到指示，要审查富裕客户的海外投资情况，核实相关收益是否已经申报。中国南方的一位银行人士对外媒表示，近几个月，银行越来越常配合税务部门冻结富裕储户的账户，直到确认海外资产与信托的资本利得税已经缴清。这一段要标清楚，他引述的是匿名消息来源，不是官方措施，不能当成既定事实。资产处理这一块，我要讲得更保守。有分析认为，25年的回溯会加速财富跟人的外移，也有人引用2025年中国资本外流创纪录的数字，那些是推估，不是可以核实的因果。我们目前能确认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公告给了那个90天窗口，窗口到期以后实际怎么执行，查得完吗？不知，没有人知道。最后讲判断，这不是一次性的清查运动，这是常态的起点。理由有3个。第一，法律早就在了，第52条的无限期追征从2001年5月1日就施行，境外所得的申报义务2020年讲明白了，183天跟6年规则2019年就发布了。这一波没有任何一条是新造出来的权利，全部是既有规则第一次被认真执行，既有规则不会执行完一轮就收工。第二，改变的是能力，不是意图。从1995年只在50多个城市试点，1年就当机停掉，到2024年12月数电发票，全国推广，翻页怪走了30年。征管能力上去了就不会下来，系统也不会因为某一波运动结束就把资料删掉。今年翻得动2001年，明年一样翻得动，后年还是翻得动。第三，财政结构决定了它不会停，卖地奶妈从 8.7 兆掉到 4.15 兆，这不是景气循环，是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性调整。地方要稳定的税源，而个人所得税跟存量财产的征管是现在少数还有增长空间的部分。所以正确的理解不是中国开始追税，而是他第一次有能力执行25年前写下的税法。这2件事的差别在于，前者会结束，后者不会。对在大陆有经营、有持股、有长期居住记录的人，这本账本的实际意思只有3句话。第一句，资讯不对称这个护盾已经碎了。CRS 管境外金融账户，翻页怪管境内的票流跟金流，出入境系统管天数，3边都补齐之后，剩下的空间只有合法的那一部分。第二句，追征期的长短不是固定的，取决于税务机关怎么认定你的行为性质，失误最多5年，偷税没有上限还要加罚款，而这个认定是有解释空间的。第三句，时间本身是有价格的，日结怪年化 18.25%， 这个利率高于绝大多数人的资金成本，拖越久，你补的东西里面税的比例越低，日结怪的比例越高，到最后你不是在补税，你是在还一笔你不知道自己借过的钱。而倒查真正的杀伤力从来不在你有没有缴，是在你能不能证明那笔钱的来源跟性质，因为举证责任在纳税人这一边，证明不出来那笔钱的性质就由税务机关替你决定，
而那个决定的差别，我们前面讲过了，是5年跟一辈子。最后留一个问题给你，这本账本现在翻到2001年，再往前有没有页？没有了，因为再往前就没有电子记录，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放心一件事，翻页怪翻不到1999年。可是真正让人背脊发凉的地方在这里，2026年这一页，此刻正在被写下来，而且是用电子墨水写的，永远不会褪色，也永远不会不见。25年后会不会有人把它翻回来？很可能会，到时候翻的人是谁，用的是什么版本的翻页怪，我们完全不知道。所以说到底，这个时代最安全的活法可能只剩一种，就是一辈子只在一个地方赚钱，只留一本账，只当一个地方的居民，无聊到没有任何一页值得别人往回翻。听起来有够没出息，对不对？可是在一台永远不会累的翻页怪面前，没出息好像刚好就是唯一那件穿得住的护甲。